你比如说苏格拉底可能就在这儿站着，啊，跟这些老百姓说过啊，我今天来跟你们说一个道理哈，我们这一个世界外面呢是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存在的，啊，老百姓一听这是什么话啊？啊，你跟我们讲讲，你讲讲这其中的具体的道理啊，越来越多了，这古集市的人都来了哈。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在古雅典的集市了啊，考古证据显示啊，从古风时期呢，它就已经有一些相关的建筑在这儿。那么到古典时期的时候呢，它就达到了它的这个最繁华的时候。这儿呢有苏格拉底曾经和他的学生们对话的聚会的地方，我们一会儿能看到。这儿呢也有这个著名的火神庙啊，还有特米斯神庙，但是痕迹已经很少了。还有一些工匠的作坊啊，有一些这个小商铺啊，有各种长廊啊，包括这种讲台，包括我们后面的这一个长廊啊。当然后面的这个长廊就比较晚了，它属于是前20世纪左右的。这一个长廊叫阿特鲁斯长廊呢，是当时的帕加马这个小亚细亚的王国的国王啊，他到这儿来修的这一个长廊。来，我们进去看看吧。这是阿特鲁斯长廊，我们早晨说了2次。欧迈尼斯在雅典南坡有一个长廊叫欧迈尼斯长廊，对吧？我们记得吧？然后到了雅典卫城上面，啊，雅典卫城那个山门的出来的时候呢，右边一个高塔，是欧迈尼斯的青铜雕像的坐骑。欧迈尼斯是谁呢？就是阿特洛斯的前一任帕加马的国王。他俩是兄弟，应该是。古吉斯的博物馆，政治、文化、宗教活动于一体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一个地方跟古罗马市场它不一样。古希腊市场呢，它是一个社会活动中心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能够在这儿找到痕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个应该是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考古学院啊在这儿把它修复起来的。里面最典型的呢，就是它有一种柱式啊，我们说古希腊的柱子有什么3大柱式哈，但是这里面它有一种柱式呢是在这3大柱式之外的，它的名字就叫帕加马的柱子啊，我们一会儿看到就能看出它的这个区别。这个地方呢，据说是图书馆还是什么？那一边那就是那个古罗马市场，那大门看到吗？是通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在它这个过渡时期，这个市场跟那个市场存在着同时使用的这么一段时间。有一些介绍这个集市的一些图片，什么之类的，我们先去看看博物馆，然后在这上面这一层呢，可以俯瞰整个这个古集市。说是用来显示这个主人的贵族身份的，这个马就跟贵族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只有贵族才能有马，骑马、养马，在这考古博物馆里，那有9匹马的，好像。陶片驱逐马。走吧，到楼上去拍一张照了，就到里面去了。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的这个博物馆。
这条路就是泛雅典街的游行的圣道。这条路呢是从克拉米库斯出发，一直通过整个市场，最后抵达雅典卫城上面。卫城上面的帕特农神庙的那一个雕带上有很多描绘这个泛雅典街游行的一些情景，那些情景都是发生在这条路上。男女人拿着各种贡品，牵着祭品然后通过这条路抵达雅典卫城。过去就到了克拉米库斯。就是这个，对，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早晨在卫城上说的Agribas，正因为他修了这一个剧场，所以呢雅典人为了感谢他，才把他的雕像放到了雅典卫城上面去了。在这个里面每走的一步，都有可能踩在了苏格拉底的脚印上，或者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甚至连伯尼凯尼他们都曾经在这一个地区活动。说不定这一个路口就是苏格拉底在这里碰到了一个来买菜的人，就拉着他向他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在这个剧场的周围呢，就是做买卖的剧场呢是娱乐的然后呢前面呢就是这个宗教崇拜的，左边的这一排地方呢就是这个行政管理的。人口是这样的，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城邦大概是6万公民，外来人口、妇女、小孩、奴隶应该是有25到30万人。就这座神庙呢是古希腊遗存下来的最完整的一座多尼克式的神庙，东西两面它是由6颗多尼克式的柱子建成的，南北是由13颗。这一座神庙呢，因为在里面的这个内廊的上面的雕塑都是特修斯的一些英雄事迹所以呢，他们说这可能就是特修斯神庙。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呢，发现在这一个神庙的附近有一座炼铁的这一个地方，所以呢，最后呢就知道这一个神庙其实是火神庙。那么我们再看到最前面的柱梁上面有10幅浮雕，这10幅浮雕呢，就是讲的就是赫拉克利斯的12大功绩之中的10个功绩，就是每个推格尼佛中间的这一个雕塑就是赫拉克利斯的这个功绩。这一座神庙它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呢，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毁坏，特别是在267年的时候整个这个阿果大，包括这一个神庙都被毁坏了。但是后来呢，在5世纪、6世纪的时候这座神庙呢就被基督教把它修复，然后呢变成了一座教堂。那么一直到希腊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希腊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位国王奥托。那么奥托国王的第一次的欢迎仪式呢，就是在这一座神庙里面举行的。我们看到这一座神庙它也是由3级的这个地基组成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坑，2块大理石中间呢有一个长方形的被凿出来的，这是怎么形成的呢？据说这是后期的一些战争中为了制造武器所以呢把这里面的金属的卡扣把它给凿出来抠出来，因为在每个2个大理石的中间，为了稳固它不让它有错位的环境呢，它会中间用一个弓字形的铁呢把它给卡在一起，所以呢在最后呢就把都给抠出来去制造武器了。跟帕特农神庙不一样的就是，你看这长边上的这推格尼佛的中间是没有浮雕的它的浮雕只是在这个两边的2头，你看那一头上面是有的但是这一边就没了。
因为这一溜呢都属于是行政管理中心。这个圆形建筑呢是当时的500人议会中的50个这个议员，他们在这儿办公，在这儿吃饭，就说在这儿吃饭哈。然后旁边呢挨着的那个方形的建筑呢，就是500人的议会，都在那个建筑里面举行。所以说，整个古阿哥大呢，其实就是一个古代雅典的一个缩影。古代雅典的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在这个地方发生啊，有行政的啊，有宗教的，有商业的，有制造的，所有的都在这个地方。这一部分呢是行政的，据说呢是雅典的10个部落中，每个部落选出50名议员，各个部落呢在这儿工作35到36天之后，换到下一个部落的50个人再来这儿，并且这个地方到晚上啊，他必须得有这50个人中的1/3的人要在这儿值班，随时万一这个雅典市发生什么事，都有人去应急处理。这一间小屋子呢，是一个鞋匠的一个鞋铺子啊，它的名字叫西蒙啊，这是考古发掘的证据，都能够发掘出来它的相关的名字啊，所以才知道说这个地方是西蒙的这个鞋匠铺、鞋铺啊。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界碑，一个界碑呢就应该是哪儿，我不知道。对，这个界碑呢就是说，从这个地方过去就是阿哥大，是真正的市场做买卖的啊。刚才我们说这一个广义上的阿哥大呢，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但是呢，真正做买卖的是从这儿进去之后，中间的这一块地方是做买卖的。再往哪儿？走，我们就往这儿来吧。我们再往那个角上呢，就属于是居民区了，再往这边出去。一些妇女啊，她们会到这儿来打水，但是呢，这一些妇女呢，我们知道雅典的这些妇女通常是不出门的啊，到这儿来呢，可能是平民小户，指的是大户人家的妇女，才不会轻易在公共场合露面啊。你要是些穷苦百姓，你要生存啊，他们还是得出来。啊，就刚才在那个西蒙的那个鞋匠铺的门口啊，就有证据显示，有文献显示啊，苏格拉底是在那个地方跟他的一些学生们啊聚会，碰头在那儿啊约好了在那儿见面，因为那是边界嘛。马将军阿格里巴进的这个剧场啊，这就是那个剧场的那个柯尼斯柱头。哪个是这个？这它是一个方形的剧场，它不是。它是应该叫剧院才对，它是一个方形的。然后呢，苏格拉底呢，他是在前面一点地方和孔子约会，你看到吗？就那个地方，啊，他和孔子在那儿不知道聊什么，一直聊。好，我们去看看。就这一个就是长廊，啊，哎呀，这2位圣人在这儿，跟这一聊，聊了好几年了，啊，疫情时期就开始在这儿聚会了，这聊了这几年了，确实有的聊哈，他们2个真见面了，啊，我们这个西方的民主、西方的哲学、西方的社会是什么样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啊，孔圣人说的，我们东方，啊是什么样的，这真是。他俩吃个饭。估计他们作为圣人嘛，他们可能有一种属于他们的一种交流方式，也许都不需要语言，啊。不过这个地方呢，这个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一些证据啊，
推测这个地方可能曾经是一个铸币厂，啊，用来铸币的。但是呢，没有更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个铸币厂真正的投入过使用。啊，我们就看看那个教堂了。我们就这是一座很典型的这个拜占庭时期的十字形的教堂啊。但是这个教堂呢，它有一些与其他的拜占庭时期的教堂呢不同之处啊，在于，我们看到上面的那些墙上的那些红色的拐弯的那些东西，就说是某个地区的一个阿拉伯语的一些文字的符号，砖带啊，用砖的一个一个角这么，就是锯齿形的这一种啊，这都是这一个教堂独有的特色。应该属于是10世纪吧，我们看了10世纪、15世纪啊，经过多次扩建。